会有点苦。这不是我的巧克力吗？三个人的修罗场真是太刺激了。新加入的女嘉宾小孔刚进入小屋，就对马董有了心动的感觉，这让橙子有了危机感。小孔和马董彼此有非常多共同点，两个人聊天时会很默契地接上对方抛出的梗。马卡巴卡，米卡巴卡又，快乐星球什么是快乐星球？喜欢的歌曲类型也很相似。橙子下班回家看到小孔和马董在一起，有点吃醋。马董问橙子吃不吃冰淇淋，橙子也直接拒绝。不吃了，不吃了，只能吃。吃醋了，吃醋了，有点小扁嘴的样子哈。橙子走到厨房拿东西，马董和小孔也走了过来。橙子故意跟马董保持距离，马董走上前去关心橙子，橙子又开始话里有话。你吃饭了吗？橙子肯定吃醋了。橙子，你吃饭了吗？我吃了，吃了。你剪头发了？坐下。哎，被你发现了，可以啊，观察力。我可是观察的很仔细的。点他 Everything is under my， 还是不要说 under my control， 根本我就 control 不了。吃饭时，马董主动坐到了橙子身边，橙子又开心了，两个人又热络地聊了起来。小孔在一旁目睹了一切，感觉到自己再不主动就没机会了。于是第二天晚上，小孔就勇敢使用了 mini date 邀约马董。小孔早早地在西餐厅等待马董的到来，在约会中，小孔也展现出自己开朗真实的一面。马董也感受到了久违的轻松和自在，但此时对小孔还并没有心动的感觉。小孔问他喜欢什么类型的女生，马董也没有正面回答。约会结束，马董主动送小孔回学校。到了晚上，小孔回小屋，小孔拿着电脑准备找地方学习，看到马董在客厅坐着看书，于是也坐了过去。马董主动给他拿卡子，还去厨房拿了巧克力给小孔吃。这巧克力是当时和橙子一起去超市买的。这时，橙子走了过来，看到了自己的巧克力。这不是我的巧克力吗？你都不吃，你好意思？我不知道它在哪，我从来没有看到过它。所以你就一直不知道，也没问我。小孔此时估计已经尴尬的脚趾抠地了。小屋所有嘉宾来到海边餐厅迎接第5位女嘉宾的到来。用餐结束，马董和凯威一人开一辆车送大家回小屋。马董问大家要怎么安排位置，橙子主动说自己坐后排。那这样吧，我挤到那个后排吧，没关系。然后你们5个坐这样，我可以坐后排，没关系。我最后来的，我坐后排吧。你太大只了，我坐比较好。这让马董有点失落。